各位同学，大家好，歡迎來參加今天的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我們今天說的是什麼呢？今天呀，聊一聊寫作。寫作裡邊的哪一部分？寫作裡邊你可能會遇到把字句，對不對？今天啊，我們重點的內容就一個什麼呢？把字句。很好，說到把字句呀，在漢語當中太特殊了，因為這個把字句你在其他語言還真的是沒見過，很難吶，把它說，找一個很相似的語言和它對比一下，看一看漢語當中的把字句到底是什麼呢？那我們今天就換一個方法，告訴你呀，為什麼要用把字句？什麼樣的情況中國人就喜歡用把字句呢？好，先看一下把字句的第一個結構，也是最基本的一個結構，什麼呢？主語，這個人或者是這個東西，把，用把來引出什麼呀？引出我們的賓語，也就是你要說這個動作的對象是誰？把這個賓語怎麼樣了？你引出了賓語，是不是啊？要說這個賓語給它做了什麼動作，我們就說賓語後邊再加你要做的動作。在說到在，一般就是 be in on at 最基本的用法，對不對？它後邊place 一個地點，你用把引出了這個東西，而且你還對這個東西做了一個動作，把它呢怎麼樣？放在了一個地方，告訴了別人什麼東西、動作，還有地方。地方後邊再說什麼 ？direction word 方向，對不對？方向最後再加一個了字，這個呀是一個基本的句型。其實說到句型說句型呢是幫助大家很快的去理解這個句子每一部分它到底是什麼。但老師更建議的是什麼呀？你直接記一個例句，要知道萬變不離其宗。像這種表示強調這種方式，強調這種place 地點的這個把字句不管怎麼說，它結構就是最簡單的那一種，把什麼放在桌子上了，桌子place 上 direction word 是吧？你記個句子是不是要比記這個句型簡單一點呢？那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句子，中國人為什麼一定那麼熱衷於就要用把來說它呀？首先看一看這個句子是我把手機放在桌子上了，对吧？來想誰做的這個動作？句子一開始告訴你了是我怎麼樣？我放手機了，對不對？一開始手機在哪兒？手機在我手裡，現在呢還在手裡嗎？不在了，現在手機在桌子上了。從你手裡到桌子上用了什麼動作？放，對不對？ Put it on the desk。當你放的時候，就 put it 的時候我們說這個動作就是放，對不對？所以發生了什麼呢？我把手機拿在手裡，我放手機了，對不對？放哪兒了？放桌子上了。手機的位置從手裡到了桌子上，它的位置怎麼樣？改變了，很好。所以位置改变了中國人用什麼？用把字句。怎麼說？再來讀一遍。我把手機放在桌子上了。這個就是把字句的第一個句型，表示位置發生了變化那在表示位置發生变化的時候，除了你用這個放的動作，你還可以用什麼？擺，我把花兒擺在窗台上了，是不是？擺也可以。掛，我把照片掛在牆上，是不是？不同的動作都可以讓這個你作用的那個对象的位置發生變化。還有什麼？貼，我把照片貼在表格上。寫，
我把漢字寫在屏幕上，是不是？還有忘，他把這事兒忘了。原來，有人說老師忘了這個什麼東西的位置發生了變化了呀？其實你可以這麼理解啊，原來這個東西在哪？你記得它的時候，它在你的腦子裡。後來呢，你忘了，它位置發生變化了，其實也是一個新的情況，對不對？你忘了，它不在腦子裡了，所以也有可能，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位置發生了變化。還有記，我把這事兒記在心裡了，原來呀，它不在我心裡，後來記在心裡了啊。戴呢？我把手錶戴在，這是哪只手？左手上，是不是？我把手錶戴在左手上，很好，戴也可以。原来手錶可能就在桌子上，現在我戴在了左手上。然後落，坐出租車、坐公交，不管你去哪，一定要带好自己的東西，不要把東西落在出租車上。好，這些呀，就是表示在哪個地方發生了什麼動作的一些動詞，大家可以經常用一用，熟悉一下。那除了再加這個地點，再加我們的方向詞之外，還有什麼呢？我們還可以說呀，除了在，我們還可以讓它就到那兒，是不是？所以 place 前邊除了 be on at 還可以 to arrive to reach here， 所以呀到也可以，除了到剩下的都一樣啊。那我們再看一個例子，原來呀是这個桌子，桌子在哪呢？桌子在教室裡，現在告訴我桌子在哪兒？桌子在外面，所以它的位置是不是一樣的發生了变化？從哪兒到哪兒呢？從教室裡到外面，它怎麼到外面的？你是把它拖出去的，還是搬出去的，对不对？把它搬到了外面。我們說我把桌子搬到外面。離你遠了，原來是教室裡，現在跑到外邊了，所以呀是去了，對不對？我把桌子搬到外面去了。好，那除了這個搬，還有哪些動詞？送，我把信送到學校去了，信離你遠了，我把信送到學校去了。叫呢？我把媽媽叫到哪兒？叫到卧室裡了。原來媽媽在客廳，離你遠，現在你在卧室裡，你想讓媽媽回你卧室來給你講故事，這可能是小孩子，例子不太恰当啊，找媽媽有事兒，對不對？那我把媽媽叫到卧室裡了。最後一個寄東西，是不是？我把什麼呢？我把快遞寄到哪兒了？寄到北京去了。原來快遞離你很近，北京離你很遠，現在你把它寄走了，你把它寄到哪兒了？我把快遞寄到北京去了。所以呀，這四個一般呢是和到來搭配啊。好，看完了在，看完了到，我們再來看一看還有什麼其他的。到和在找什麼呀？後邊是什麼？是一個地方，很好。那我們還可以用給某個人把某個東西做了一個動作，給什麼呢？給了一個人，對不對？然後再加一個了，非常簡單的小了啊，讓這個句子就完整了。那我們看一看這個例子，我把文件交給張老師了。看到這個例子，先來想一想，這個例子當中作用的對象是什麼？文件，對不對？文件在哪兒？原來在哪兒？在我手裡。現在呢？
在張老師手裡，位置又不一樣了吧？發生了什麼？哎，我給張老師了，我交給張老師了，對不對？張老師讓我交作業，讓我交文件，我就得給張老師。所以呀，我把文件怎麼樣？交給張老師了。交和給都有送出去的意思啊，所以有時候呢，我們可以把這個交省略掉，直接說我把文件給張老師了，因為給也有 to give 這樣一個動詞的意思，都可以。這個呀，其實和剛剛一樣，也是文件的位置怎麼樣？發生了變化，對不對？從一個人的手裡到了另外一個人的手裡，這次呀發生的變化，它不是地點，而是人。但其實人呢，也是說它的位置不一樣了，所以我們也用把字句，很好。那除了這個給，你還可以用什麼？除了交給，你還可以送給，我把禮物送給楊老師了，是不是？還有交給，我們剛剛說到了。還有呢，借，朋友問你借東西，借個相機吧，我把相機借給朋友了。借是動作，給呢是你借了之後，你要把它 to give 這樣一個動作也是要發生的啊。借的結果是給他了，對不對？所以借給。還有呢，有借有還，對不對？朋友把相機還給我了，非常好。這個讓，這個東西本來呢是屬於你的，但是啊，你的妹妹也想要，你就想當姐姐當哥哥的，我要讓着他，我把東西讓給他。最後一個發，我把郵件發給老闆了，是不是？郵件原來在你的郵箱裡，你發完之後給誰了？給老闆了，對吧？給其實引出的呀就是這個人啊，發給老闆了，老闆就是後來你郵件去哪兒了？去老闆的郵箱裡了，所以呀，我們也可以用發。看完了給後邊加人，那我們看看把字句還有什麼其他用法呢？看起來是不是越來越簡單了？這個句型越來越短了，是不是啊？來，一起來看一看句型吧。主語把加一個宾語，把後邊作用的對象還是前邊一樣的，有一個動作，對不對？你有一個動作才能讓它發生變化，位置發生改變，是不是？結果發生變化，對不對？在這兒呀，就不是位置了，而是你做了一個動作之後，把它的有了一個結果。原來呢不是這樣的，後來你做完這個動作，有了一個結果，新的結果了，是不是？就出現了新的情況了，對不对？也可以用把字句，比如說，原來沒有報告，需要一個報告，所以呢，老闆說你去寫一個報告吧。好，你開始寫，最後結果是什麼呀？有報告了，從沒有到有，是不是新情況，對吧？然後你做了什麼？寫完了之後就有了，所以我们說它是怎麼樣？好了，對不對？結果就是已經好了，放那兒了，你可以看這個報告了。句子，我把報告寫好了，非常好。這個呀是第4個小句型，這個句型不再是說什麼了呀？不再說位置發生變化，而是有了一個新的結果。原來沒有報告，現在有報告了，有報告了，那就是報告寫好了唄，對吧？那誰寫的？我寫的，我把報告寫好了。好，除了我們說除了寫好了，你還可以說什麼？我去洗衣服，對不對？衣服洗完了，結果呢？原來是髒的，現在呢？乾淨了，我把衣服洗乾淨了，很好。第2個做的動作，有什麼？偷，小偷偷
偷自行車，自行車怎麼樣？沒了，走了，是不是？把自行車偷走了。哎，你現在出門騎個小黃，門口有3輛，我把其中的一輛，哎，怎麼樣？我把小黃騎走了。還有呢，東西離你遠，你還可以把它拿走，是不是呀？哎，我把報告拿走了。拿和帶都差不多啊，也可以。我把飯帶走了都行。所以偷走、拿走、带走、骑走，這些也可以放在我們的把字句當中來使用。那再看看還有，經常問你作業做完了嗎？是不是？哎，工作做完了嗎？做你要 do to do， 對不對？結果呢？我希望看到的結果是什麼？都做完了，哎，完成了，是不是啊？所以呀，老師問你作業做完了嗎？哎，希望你呀把作業做完。好，吵，哎，聲音很大。周末想睡個懶覺，結果鄰居的聲音太大了，結果是什麼呀？他吵的結果呢？你醒了，對不對？鄰居把你吵醒了。再看最後一個，弄，做了一些事情，我們說弄 to do 也可以弄啊。弄的結果是什麼？弄丟了，弄壞了，哎，弄醒了，是不是？然後其實啊也是，這是比較口語的一個表達啊。我把東西弄丟了啊，我把東西弄壞了啊，我把它弄醒了也是可以，都是要用到我們的把字句。這個呀是第4個，把說的是什麼？說的是一個新的結果。有了動作，當然就有結果。動作和結果之間，我們可以用把字句來說。再看第5個，哎，把加宾語加動詞，直接來一個方向詞，再加了。怎麼說呢？還是原來的例子，桌子，哎，桌子在教室裡，然後呢，我做了個動作，什麼動作？搬桌子了。結果呢？桌子去了外面，对吧？那我們說直接用一個方向詞出去，對不對？出去、進來、進去，對不對？這樣的 direction word 在漢語當中有很多，大家一定要掌握了，把它的意思啊都搞明白了，然後也可以直接把這些方向詞哎用在哪兒？用在我們的把字句當中。比如說，我把桌子搬出去了。搬是動作，动作的方向是出去，對不对？這個趨向的動詞是出去，表示一個方向。最後的結果就是桌子已經在外邊了。那除了出去，我們還有哪些 direction word？ 大家一起來看一看。搬，搬的方向是出，然後出去了，離你遠了，對不對？第二個呢，放，放的結果呀，它是 to enter。比如說，我把手機放進去，對不对？把手機放進去，進，哎 ，to enter。然後它是離你怎麼樣？離你遠了，所以也是去。第三個，拿出來，剛剛放進去，我又想用手機，嘿，我又想看電視劇了，想查個單詞兒了，想查個生詞了，對不對？怎麼樣？拿，然後手機離你怎麼樣啊？離你近了，方向出，對不對？拿出來，出來。好，下一個，記下來，來其實也是表示離你近了，把它記在你的腦子裡，原來不在腦子裡，現在在腦子裡啊，那它也是離你近了，對不對？哎，老師希望啊，你都能把這些東西呀記下來，記在你的腦子裡。收，有
你現在買了很多東西，哎，都在床上放着，很多的衣服什麼的。媽媽說太亂了，趕緊怎麼樣，把你的衣服收起來，哎，看起来就整齊了，是吧？還有帶回來，來都是離你越來越近。比如說呀，今天你把飯呢帶回來了，哎，飯原來是在公司早上帶走，中午没有吃，晚上呢又把它带回来了，来就是離你近了。飯原來在公司，後來啊你又把它带回家去了，所以我們說把飯帶回來。最後老闆說啊，我着急要那個文件，你趕緊給我怎麼樣送過來，所以你需要怎麼樣啊？你需要把文件送過去，对吧？去老闆那裡要把文件送過去。好，一起来再來讀一讀：搬出去，放進去，拿出来，記下來，收起来，带回来，还有送过去。来和去主要決定的是什麼？被什麼決定啊？被它是離你遠呢，還是離你近，對吧？所以就不再多說了。掌握這個用法，用到的是什麼？用到的是這一些 direction word， 非常好 ，direction words 啊，非常好。好，我們再來看把字句的下一個用法。這個用法用到什麼詞啊？很特殊的，哎，形容詞。形容詞在把字句當中怎麼用啊？剛剛其實已經提到了，是不是啊？哎，襪子髒了，我洗了襪子，洗的結果是什麼呀？結果是乾淨了，對不對？但乾淨呢，它又是一個形容詞，我把襪子洗乾淨了，這是剛剛的說法。然後如果用到形容詞前邊，如果後邊不加了，那前邊要加什麼？加副詞，非常好。那句子是什麼？我把襪子洗得很乾淨。哎，其實在這兒啊，和我把襪子洗乾淨了，意思上其實是有一點差別的。我把襪子洗乾淨了，這個強調的是結果，只不過乾淨正好也是個形容詞，對不對？這個呢，我們這個句子 verb 加雙人的，再加副詞，再加形容詞的句子是我把襪子洗得很乾淨，就是來告訴你我洗襪子，襪子被我洗得很乾淨，這樣只是強調啊你洗乾淨了啊，不是用來強調結果，而是用形容詞來描述它。好，看完了這個例子，我們再來看一看還有其他的 verb 加的再加副詞再加形容詞的搭配嗎？當然有，比如說介紹的很仔細。哎，老師，你這個把字句呀都說到了，很多的類型你都告訴我們了，可以說老師把字句怎麼樣介紹的很仔細，小方面呢都告訴你了，仔仔細細的都講到了，就可以這麼說。比如說呀，你剛到中國，你的中國朋友給你介紹中國的文化，對不對？介紹，哎，你來中國之後啊，應該要做什麼，吃什麼，你就說呀，他把中國介紹得很仔細，把我應該做的事情介紹得很仔細，完成得很好，說你的工作完成了，老闆說不錯，表揚你，所以就說呀，表揚一下小楊同學怎麼樣？小楊同學把工作完成得很好，你們都要向他學習。最後，想得很簡單，怎麼說呢？哎，這件事情啊，本來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事情，但是你想，你以為它簡單，所以呀，就是怎麼樣？你把這個事情啊
想的很簡單，但其實有可能是複雜的，也有可能是真的簡單。這呀只是一個描述，所以這樣的一些 verb 的再加副詞，再加形容詞，同樣用在把字句的當中，用來描述一下啊。好，看完了我們的第6個用法，我們接着再來看把字句的新的用法，那就是第7個，已經到第7個了。第7個用到了一個非常特殊的詞，成或者是做。看我們的例子，文章是中文，給你一篇文章是中文的，但是現在呢，需要你做什麼？需要你翻譯這篇文章，然後翻譯的結果翻譯成什麼呢？原來是中文，現在要變成什麼？變成英文。文章是英文的，对不对？從中文變成了英文，這個時候呀，我們就說，我把文章翻譯成英文了。把字句的另外一個用法，其實它就是把這個宾語1變成了賓語2，原來是中文，後來經過你的翻譯發生了變化。什麼變化呢？中文變成了英文，對不對？句子就是我把文章翻譯成英文了。再看一看下邊第2個例子，用到了做。做其實就是當做看作，是不是把它當成是這個樣子？比如說你有很多朋友，但是誰能做你最好的朋友呢？小李。所以呀，我把小李看作我最好的朋友，对不对？最好的朋友只有小李，是你把他看作了你最好的朋友。這個是把字句用當中可以用什麼？用成，還有做，把一個宾語1變成，或者是當做賓語2，就是小李變成了你最好的朋友，文章變成了英文，也是有变化的。好，這個是把字句用做和成在當中的一個用法。那我們接着看下邊的。除了翻譯這樣的動作會把一個中文的東西變成英文，還有其他的動詞也可以和成和做搭配嗎？當然有了，漢語這麼多詞兒，比如說換。我把什麼呀？我買了一件衣服，原來呢是小號，現在一看小號太小了，最近可能吃的有點胖，穿不上了，我就把它換成大號。原來是小的，換完了之後變成了大號，對不对？我把衣服換成了大號。看，比如說，前面有一個人，你看着特別的面熟，你以為呀他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小李，但其實不是，只是和小李長得像，你就說我把別人看成小李了，我把別人看作小李了，就是你發生了一個小小的錯誤，對不對？你以為是這個樣子，但其實呢不是。聽同樣也可以，聽力的時候人家問的是男的說了什麼，結果你聽成了女的說了什麼，也是前後有變化，对不对？應該是男的，但你聽錯了，把它聽成了女的。寫，考 HSK 的時候，有些同學應該是用什麼呀？紙筆考試，對不對啊？做紙筆考試的時候免不了有時候會寫錯別字，是不是？比如說，很簡單的，我把我寫成找了，長得比較像，沒分清楚，就寫成了另外一個，還是有變化。我把我這個字兒寫成找了，左右結構，我呢是一個整體，
找呢是左右，但它俩又长得太像了，我发生了一个小錯誤。最後一個當就是我們這個例子，對不對？看作把它看成是我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把它當成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把小李當成我最好的朋友，這些都可以和成或者是做搭配，表示賓語一變成了賓語二。中文變成了英文。小李是朋友，從一個朋友變成什麼了？變成我最好的朋友了，也是有變化的，對吧？好，這個呢就是把字句的第7種用法。再來看一看，不好意思，怎麼退回去了？再來看把字句的第8個用法啊，把加一個賓語，賓語後邊同樣是你對這個賓語做了什麼動作，對不對？有一個動詞，動詞後邊是什麼呀 ？measure word 和number 和什麼 measure word， 其實就是告訴你，比如說這個動作要做幾次，對不對？第一個讓你擦桌子。擦一下，很短的一個時間就可以，不需要你擦很長的時間，你只要擦一擦就可以，對不對？這個是動詞短暫，擦一下表示動作的短暫。我們用把字句怎麼說？麻煩你把桌子擦一下，對吧？這個是動作的重複。還有呢，經理說呀，小王，你去複印文件。小王問，複印幾份呢？複印2份，所以經理呀是讓誰去做呀？讓小王做什麼？讓小王啊把文件複印2份，對不對？2份，告訴你，小王你要去做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是複印文件，複印幾份？複印2份，其實就是為什麼把字句後邊總是可以換很多東西啊？因為大家一定要記住了，任何時候把字句動詞後邊一定要有其他的東西。你可以是用一個形容詞形容你把這個動作做得怎麼樣，也可以用了，對不對？我把飯吃了，簡單加一個了，告訴別人這個動作完成了。還有你也可以加名詞、量詞，告訴你這個動作你做了多少次，這些都可以。記住了，動詞後邊一定含有其他的成分。這些成分啊，老師只不過在這裡幫大家都說的比較具體了，所以你們看起來把字句怎麼這麼多句型啊？其實你需要記住一點是什麼呀？動詞不能做最後啊，動詞後邊一定有其他的東西。好，我們再來看看，擦、複印有了啊，那你還可以做什麼動作？打掃，你去把房間打掃一下啊，打印，你去把這份文件打印2份，收拾，把廚房收拾一下，對不對？太亂了，吃完飯你趕緊去把廚房收拾一下。整理呢，週6週日的時候，放假的時候一回家，你那屋子太亂了，媽媽說趕緊的去把你的房間整理一下。好，這些都是一些動作，動作後邊可以用一下，也可以用1次、2次這樣的數詞和量詞一起來搭配。好，記住了，動詞後邊要有其他的成分哦。再看，剛剛說最簡單的是什麼？直接在動詞後邊加了，對不對？比如說，有藥，生病了，給你藥。你做了什麼動作？拿到藥，我吃藥，吃藥的結果呢？藥沒了，是不是？沒了，到你肚子裡了。我把藥
吃了，已經發生，還可以用一個已經來強調一下，我已經把藥吃了。這是最簡單的，直接在動詞後邊加了，然後構成一個完整的什麼把字句，很好。接着看，除了吃還有什麼動作？其實很多都可以加了，是不是？簡單的說一說，喝，我把咖啡喝了。賣，我把東西賣了。扔呢？扔什麼？扔垃圾，對不對？我把垃圾扔了。關，關電視，關電腦，我把電腦關了。我把電視關了。開呢？夏天太熱了，開空調，我把空調開了。好，改。寫了一個錯字兒怎麼辦？我把錯字改了。最後一個，都不希望你們放棄啊，千萬不要放棄。比如說呀，我把什麼放棄了？我把這個機會放棄了。但是啊，老師希望有機會你們還是要抓住，要把機会抓住，不要把机會放棄了，好不好？這個是第9個，後邊直接加了就可以了。再看第10個，第10個是什麼？主語，主語後邊呢？把，這個是一樣的，把後邊賓語，賓語後邊動作，對不對？這前邊的呀是萬年不變的，一直都是它們，只是後邊在發生變化。這次變成什麼了呀？加了一個在，在後邊又加了一個什麼？加了一個時間，非常好。比如說呀，一開始你不知道這个時間，後來呢？確定了，時間確定了，知道了，就是下午2點。然後現在你怎麼樣？你知道時間了，時間是什麼？就是下午2點，對不對？所以可以用把字句來說一下這個句子。比如說呀，考試的時間，原來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時候考試，現在告訴你確定了啊。我們元旦以後考試，讓你們先放個假，元旦後、元旦節後再考。時間，知道的時間就是元旦節以後。那我們來說一說，是把什麼做了一個動作啊？賓語是什麼？考試的時間，對不對？動作呢？定。原來不知道，後來我定了，我就定在哪兒？定在元旦節後。定在什麼時候呢？在元旦節後。所以先用主語誰？他們把什麼？把考試時間。時間怎麼樣？動作是定。定在什麼時候？定在元旦節後。這個就是把字句啊。在把字句當中啊，說了這麼多，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規律呀？什麼規律？一起看一看。把後邊是賓語，賓語後邊是動詞，對不對？一般啊都是動賓，但在把字句，為了強調你作用的對象，我們把賓語放在把的後邊。動作靠後了，是不是？但動作之後，動詞之後怎麼樣啊？它不能落單兒，不然太孤單了。已經把賓語拿走了，你還讓動詞孤零零的在這兒，你捨得嗎？捨不得。所以呀，在動詞後邊加點東西，來把這個句子豐富一下，這個就有了我們的把字句。好，說了這麼多，我們吶做練習吧。說是說。練是練，不能分開哦。說和練要在一起，這樣才能掌握得更好。再看第一個，他日程把已經安排好了。看到什麼了？我們說看到好了，安排好了，這樣是一個結果，對不對？所以安排是動詞，賓語呢？安排什麼？安排日程。看到把，知道它是把字句。把字句怎麼樣？
把它的動詞的宾語要放在把的後邊，所以一定是把日成。日成後邊是動詞，用了什麼動作呢？用了一個安排的動作，所以肯定把日程安排好了。誰呀？他怎麼樣？他已經把日程安排好了。主語把，賓語動詞了，最簡單的一種句子，對吧？一定要記住，把後邊直接是賓語，賓語後邊才是我們常常用的動詞。動詞呢又不能一個人，所以動詞後邊要有其他的成分。第一個練習當中的成分是对了，表示已經發生了。第二個，他食物分配給了把每個士兵。在這個句子當中，是不是出現了兩個，有一個每個士兵，還有一個食物？那看到兩個名詞都可以做宾語，那就要找什麼呀？對，找動詞分配。分配的宾語是什麼？分配食物，對不對？所以作用的对象是食物，肯定是把食物分配給了。給又是一個，給後邊一般加什麼 ？to give， 對吧？ give 後邊就是一個人，什麼人？每個士兵。這道題考你什麼？把這個東西發生一個動作，然後用給引出來作用。這個動作給了誰，對不對？那我們的句子呢？他把食物分配給了每個士兵，非常好。再來想一想啊，怎麼做的這道題？分配动詞找賓語，分配的是食物，食物放在把的後邊，把食物分配給了，給後邊引出來人，對不对？分配給了每個士兵，誰做的這件事兒？他做的，直接把它放在主語的位置上就可以了。好，我們再來看一看下一個題目。先來讀一讀這幾個詞。明天的分配，把工作一下，還有我。好，先找主語我，然後呢？把，對不对？主語把什麼呀？找賓語和動詞，找個動賓搭配吧。分配工作，所以工作在動作分配的前邊。我們說把工作分配，但分配呢又不能落單兒，所以後邊有一個一下，對不对？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主語把賓語，再加這個動作，動作後邊可以有這種名量詞或動量詞，對不對？這個呢是把工作分配一下，那還差一個什麼？看到了白勺的的明天，其實當時如果大家一開始也可以直接把白勺的和這唯一的名詞結合在一起，那就是明天的工作。他要分配的工作是明天的啊。那我們的答案就是我把明天的工作分配一下，很好。好，看完了6個練習，不知道大家对把字句現在有沒有做題的那種感覺了呢？看到把字句應該怎麼分析，有思路了嗎？那我們接着來，看一看第6題和第7題2個題，一個一個來啊。先看第6個，錢包，把，落，車上，在，我，還有一個了，拆的特別散，對不對？一個一個的都給你拆開了，怎麼做呢？首先啊，看到我想到，這是個主語，把我放在第一個，我後邊是把，找個動賓吧。落錢包，對不對？
落是個動作，落什麼了？落了錢包了。好，現在是不是出來了？我把錢包落哪兒了？給了你一個車上這樣的一個地點，對不對？地點前面有什麼？有在，很好，出來了一個我把錢包落在車上，最後加一個了，非常好，把錢包落在車上了，整個句子就是我把錢包落在車上了。那下一個呢？第7題呢？退，房東給了我把押金。哎，看到這兒，這道題有難度了，是不是？為什麼說呀？有我有房東都可以做主語，怎麼辦？找一找這個句子啊，發生了什麼動作？退什麼？退押金。誰會退押金？當然是房東啊。房東退給誰？退給你了，是不是？那我們看主語把，哎，房東把什麼？把押金，对吧？押金退，动作是退，退後邊是我，对不對？我是一個人，人用什麼引出來呀？用給，很好，所以就是房東把押金退給我了，很好，這個句子就這麼出來了。房東把押金退給我了，怎麼做的呢？再回顧一下。把肯定是在主語後邊，但有2個，一個房東，一個我都可以，怎麼辦？我們找了找動詞退，退什麼？退押金。誰會退押金？當然是房東。所以呀，房東是主語，房東把押金退給後邊是給的人，對不對？給誰呢？給我，給我之後再加了，句子就是房東把押金退給我了。好。接着看下一個，最後2道題，我們看看能不能做對呢？能不能？哎，這封信我幫寄出去。這麼幾個詞，先把拎出來放中間吧。只有一個我，那我就放前邊吧，好不好？我把，對嗎？做到這兒的時候又看到了，哎，老師有個幫，還有個寄出去，這個呀都是動作，我應該怎麼辦？做到這兒的時候啊，就不能像剛才一看就我把，對不對？好，那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他要做什麼？寄什麼？寄這封信，對吧？寄這封信要寄出去，所以你肯定可以確定的是什麼？把這封信寄出去，對吧？那這道題特殊的地方是哪兒啊？是問句，讓你選擇能不能，還有一個幫誰？幫我，你在請求別人，哎，可不可以幫我怎麼樣？能不能幫我把這封信寄出去？這道題的難點啊，難就難在它呀根本沒有說什麼，沒有說主語，不光沒有說主語吧，還給你來了個能不能，哎，讓你做個選擇，能不能做的事情是什麼？幫我，對吧？能不能幫我？這個呀，都是你後邊要說的那個動作，對吧？動作說完了，你要幫我做什麼呢？這才真的到了把字句，幫我呀，把這封信寄出去。所以其實就是省略了你，加了2個動作，一個是幫我做什麼呢？幫我把這封信寄出去。這道題還是有難度的，不知道大家做的怎麼樣呢？好，看完了這道題，再來看我們的最後一題。
這道題的難度啊就下來了，降低了。来看一看這篇文章，翻譯很好，他的還有把出現了什麼？雙人的，对不对？找什麼？找形容詞，很好，非常好。还有一个把，对不对？把是什麼呀？哎，把字句，把字句後邊是賓語，很好，賓語。那看一看動作是什麼？翻譯什麼？翻譯這篇文章，所以把這篇文章翻譯的怎麼樣？的很好。誰翻的？他翻的。答案是什麼？他把這篇文章翻譯得很好。我們的例句拿在這裡給大家鞏固一下。這個呀，就是我們今天說把字句所有的用法。到5級的時候，把字句基本上啊，就是老師剛剛說的那一些，後邊加各種各樣的東西啊。但是一定要記住了，這個把字句當中的動詞一定不可以一個人吶，不可以只是孤單的出現在把字句當中，它的後邊一定要有其他的成分。然後還要注意什麼？找到動作，找到動詞，找什麼呀？找賓語，很好。但是這回不是動賓，是什麼？特殊的賓動哈。對，先賓語後動作，然後把放在賓語動作的前邊。說了這麼多，希望大家慢慢消化，也希望考試的時候考到把字句，你們可以完完全全、準準確確的把它做對，非常好。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下節課再見。